孙子跟你娘家姓，除非我死。我生的孩子怎么就不能随我姓？天下哪有你们这么霸道的公婆？宋丽，你想让我孙子随你娘家姓可以，把那88万彩礼给我退回来，让你娘家给你们买车买房，让我这个不孝子入赘过去。以后别说让我孙子改姓，让他们改姓我也没意见。慧芬啊，你们家这儿媳妇长得真漂亮啊！是啊，你们两口子以后可就只管享福喽。小五真会找媳妇儿，在哪儿找这么俊的姑娘啊？这么俊的姑娘啊！留学问似的呀！哎呀，这新娘子不仅人长得美，还这么有才华，你们老司家可真是烧高香了啊！叔叔阿姨，我的家里从小实行的是西式教育，在西方是不会改口叫公婆爸妈的。并且我呢，这辈子就只认自己的亲爸亲妈，让我叫陌生人爸妈，那我开不了口，所以我只敬茶不改口。不改口，那叫公婆什么？当然是喊名字啊，就喊司建中李慧芬。你说的什么？这有什么？在西方大家都这样叫自己公婆，当然，你们也可以喊我名字啊。这才过门，儿媳妇就来了个下马威，连公婆都不认。我看将来想指望她孝顺，不太可能哦。这儿媳妇还没过门就想立位，看来这是要拿我们两口子当冤大头啊！不行，婆媳关系向来就是欺软怕硬，原则问题绝对不能让步。我们私家娶媳妇儿，应你娘家的要求，给你买房又买车，彩礼拿了88万，8金1钻一样都没少吧？你既然嫁给我儿子，做了我私家的儿媳妇，就得认我们老两口做父母，而且不光是要认我们，这私家的7大姑8大姨你都得认，不然你结的哪门子婚？对，不认亲你还结什么婚？慧芬，先别激动。干什么你们？我肚子里可还怀着4、5的孩子，是你们私家的种，你们不想要这个孙子了吗？妈，你也太不懂事儿了。陆丽也没说不认你们啊，你看这不都给你们敬茶了吗？叫不叫爸妈有那么重要吗？大不了不叫你们名字，喊你们叔叔阿姨总行了吧？畜生！都说娶了媳妇儿忘了娘，你这还没娶媳妇儿就把爹娘忘干净了。这也太不像话了，哪有这么说自己亲妈的？是啊，这夫妻俩怕不是脑子有病吧？留学几年，脑子给学坏了。哼，不叫爸妈有什么区别？无非是个称呼而已。我问问你，你去宋丽丽家接亲的时候，喊她爸妈什么？也喊叔叔阿姨？儿子，你整天喊他爸妈，喊得比我们还亲热。平时也就算了，这大喜的日子，我和你妈辛辛苦苦为你们操办婚礼，当着这么多亲友，这么庄严的认亲仪式，难道我们老两口就不配听你们喊一句爸妈吗？你们这就是道德绑架！我都说了，我从小接受的是西方教育，追求的也是西方的文化习俗，这叫信仰自由。你们这些土包子懂什么？哦，是吗？那你家问我们要88万彩礼的时候，你怎么不遵循西方的习俗？按西方习俗，孝要彩礼是犯罪，那叫婚礼敲诈，你不知道吗？慧芬姐说的对，那新闻上早就报道了，说是西方有些人结婚要彩礼，后面新郎选择报警，新娘子直接被警察以敲诈勒索罪抓起来了。结婚男方出彩礼，这是咱们老祖宗的习俗，谁家娶媳妇不出彩礼啊？原来你也知道老祖宗的习俗啊！按老祖宗的习俗，新人结婚就得给公婆磕头敬茶，改口叫爸妈。你妄想，凭什么我老公的爸妈就是我的爸妈？你这是封建随迫。看来你信的根本不是什么西方的习俗，你信的只有利益。对你有利的你就接受，但凡让你付出一点责任的时候，你就逃避。你这不是信仰自由，而是自私自利。你心里只想着你自己。思无，你自己看看你爸妈，我都还没过门就开始为难我，这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？离婚！丽丽，你说什么胡话？你肚子里的宝宝刚满2个月，怎么能离婚呢？ 2个月怎么了？
他们都这样对我，大不了我就把孩子打掉。丽丽，你别生气，这就是我爸妈的错，都怪你们！这么死板干什么？敬茶认亲不过就是走个形式罢了，有必要这么认真吗？难道你们非要把我的婚礼早黄，丽丽把你们的大孙子打掉，你们才开心吗？这就是我们老两口费20多年心血养大的儿子吗？这样的儿子，我们养他有什么用？慧芬，算了，今天亲戚们都在，别让大家看了笑话。他今天在这蹬鼻子上脸的，就是在试探我们的态度。今天要是我们忍他一时，那以后就得忍一辈子。一辈子你能忍吗？不是我上纲上线，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遵循丛林法则。今天若是将我们轻松拿捏，以后咱们老两口在家里就再也抬不起头。你看好了，我今天必须把他这一身臭毛病给治好了。好，你不想认我们做爸妈，我们也不勉强。既然你不想改口，这2万的改口红包我们也就不给了。不要就不要，不就是2万块钱吗？谁稀罕？妈，你能不能别闹了？什么改口费、认亲礼都是封建杂货，谁稀罕要你们的钱啊？你们不稀罕就好。既然公婆她不认，这7大姑8大姨的她也更不会认了。既如此，我宣布，今天我们私家所有亲戚随礼的礼金，一共29万，全都退了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那是给我们的礼金，那都是我们的钱。你不是说这都是封建糟粕吗？哦，合着但凡对你们不利的就都是糟粕，但凡是对你们有利的，你们就都想要，是不是？这钱就是送给我们的，礼单上都写得清清楚楚，你凭什么自作主张要把这钱退回去？给你们的？你问问他们，今天到底是看谁的面子来随的礼？当然是冲着慧芬姐老两口的面子才来随的礼。对呀，除了4大哥2口子有这面子，还能有谁？你们这里面的亲戚，恐怕你一个都不认识吧？哼，别说你了，就连我儿子都未必认得全。妈，你胡说什么？咱们家的亲戚我怎么可能不认识？四五，来，你说说，你该叫我什么？你是？哼，4五，你又该叫我什么？还有我。我老公去国外上大学好几年，亲戚们都多少年不走动了，不认识多正常啊。再说了，谁知道你们是不是我们家的亲戚？说不定是进来蹭饭的呢。对，来人，把我老公不认识的这些亲戚都给我轰出去！住口！今天到场诸位都是我私家的亲朋好友，他们之所以来随礼，那是因为我们老两口多年来撑起的门面。几十年来，我们随了多少，亲戚们就回礼多少，这说白了就是人情账。你还真当亲戚们的随礼是给你的？哼，还敢轰他们走？你给我搞清楚，今天的酒席还是我们老两口办的，你们走，他们也不能走。好，给亲戚们道歉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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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丽丽，要不还是道个歉认亲吧，不然白白损失31万彩礼，还把亲戚们全得罪了。我做错什么了就让我道歉？还强迫我叫他们爸妈？凭什么？四五，我告诉你，你们这些狗屁亲戚我一个也不会认。但是彩礼必须1分不少的拿给我，不然这婚就别结了。这什么人啊！哼，亲戚你不认，钱你还想要？四五，我跟你爸养了你20多年，万万没想到你竟然会娶这么个不知礼义廉耻的东西。你不想结婚是吧？正好，我也不想要你这样的烂儿媳。不认亲戚就是不认祖宗。四五，我今天给你俩选择，是选祖宗还是选媳妇儿？四五，慧芬姐说的对，你到底选媳妇儿还是选祖宗？就是，你要是还认祖宗，就别跟这个女人结婚。慧芬啊，
咱们这么做不是逼儿子吗？我们可就这一个儿子呀！我们是就他一个儿子没错，但是如果儿子为了媳妇儿连祖宗都不认了，我们还留他何用？老伴儿啊，正因为他知道我们就这一个儿子，所以他才敢这么放肆的踩我们的脸面。日后若想要不被他欺辱，就得有随时掀桌子的勇气。快选啊，小五！难道你不爱我跟孩子了吗？你快选啊！我选。慧芬姐这话说的没错，这媳妇儿进门要是不立规矩，那以后等你们两口子真老了，还有活路吗？没错，而且这媳妇儿还没过门呢，就想要给公公婆婆立规矩，这不是倒反天罡是什么？就是，思悟也真是的，小时候这么乖，现在怎么就变得这么不懂？哎呀，我的肚子好痛！玲玲，怎么回事？玲玲，是不是动了胎气了？你别吓我啊，玲玲！跟我斗？哼，老东西，我肚子有私家的骨肉，看你拿什么跟我斗！一定是宝宝听见妈妈受欺负了，替妈妈生气，他们不会把我的宝宝气死吧？你看看你们做的好事儿，玲玲都被你气得动了胎气了，你们非要把她肚子里的孩子气死，你们才开心吗？别装了，2个月的孩子还没成型，还没一颗花生米大，是不会动胎记的。再说你捂的位置也不对，你捂的那是胃。还敢在慧芬姐面前装，怕是还不知道她是妇产科医生吧？老公，你看看你妈，她就是想气死我！你到底选她们还是选我？宝贝儿，我当然选你了。我可以没有爸妈，也可以没有这些亲戚，但我不能没有你啊！听见吗，老东西？你儿子他说了，选我。思悟，你还有没有点孝心？你爸妈养你这么大容易吗？他们就是，慧芬姐怎么就养出你这么个白眼狼？私家的列祖列宗啊，我怎么生出这样数典忘祖的孽子啊！确定要为了这个女人抛弃父母和所有的亲戚？妈，我最后喊你一声妈。你跟我爸就我这么一个儿子，如果你肯跟我爸向丽丽道歉，丽丽还可以既往不咎；不然，我今日就跟你们还有在场的所有亲戚断亲。好，既如此，我以后就没你这个儿子。今日是你的大喜之日，也是我们断亲之时。以后我们的家你不用回了，我就当没生过你。思悟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家伙！畜生，你都不配跟这四大哥姓。你要断亲是吧？那就和我们这些亲戚一起断了。对，一起断了。慧芬呐，你要三思啊，我们可就这一个儿子呀。不是我心狠，当断不断必受其乱。留这样的儿子和儿媳在身边，就是养虎为患。到老了，非但指望不上他们，说不定还死在他们手里，也未必。也是，这么大逆不道的儿子，这么心肠歹毒的儿媳，留他们还不如雇个保姆孝顺。老婆子，断亲就断亲，我支持你。不行，要是真的断亲，我这31万彩礼可就飞了。小五啊，算舅舅求你了，快给你爸妈和所有亲戚们道个歉，我们还是一家人。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不能说断亲就断亲啊！凭什么让我们认错？我肚子里怀的可是你们私家的亲生骨肉。你们老两口既然这么冷血，在我们大喜之日要将我们逐出家门。你不要儿子，连孙子也不要了吗？你信不信等我把孩子生出来，我让他随我娘家姓？还收拾不了你们了？你爱随谁就随谁的姓，儿子都断亲了，还要孙子做什么？你好厉害的老女人！我靠着肚子里的孩子，竟然也拿捏不了他。好，断亲就断亲，不就是31万份子钱吗？老娘不要了！既然你们都不再是我老公的亲戚，那我们的婚礼就不欢迎你们。老公，把你们这些烂亲戚都给我赶出去！好，老婆，今天的婚礼我们2个自己办，一个客人都不要。妈，这可是你逼我的，你无情就别怪我无义。你想做什么？诸位，今天既然断亲，我思武就再也没有亲戚，我的婚礼不欢迎你们，你们现在马上滚出我的婚礼现场！思武，你这个畜生，竟然要赶我们走！包括我公婆李慧芬和司建中在内，全都给我滚出我的婚礼！哼，不用你们赶，我们自己会走。好啊，你们2个小畜生，既然你们找难堪，就别怪我了。走，老婆子，我们就当没生过这个儿子。不，老头子，该走的不是我们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该不会是想跟这2小畜生低头吧？诸位好友亲朋，大家都不要走，该走的是他们。
开什么玩笑？这是我们的婚礼，哪有婚宴上赶新郎新娘走的道理？你凭什么让我们走？凭什么？就凭今天的酒席是我包的，这酒席是我们老两口出的钱。对呀，这酒席本来就是我们置办的呀。我宣布婚礼取消，今天的婚宴改成老友会，大家难得聚一起，就当一起聚餐了。好。保安，这2个人已经跟我们断亲，把他们给我轰出去！什么？保安呢？把他们给我扔出去！今天这里我说了算。我走。儿子他不会真的和我们断亲吧？要是他们真的把咱们的大孙子打掉怎么办？那可是我们的亲孙子呀！放心吧，自私的人是最会权衡利弊的，他们不会做这种对自己有损失的事的，一定还会回来的。但如果我们没有掀桌子的勇气，就得一辈子被人拿捏。老婆子，万一儿子真的跟我们断亲了，你就不怕老了没人照顾吗？靠人不如靠子，我们前半生费尽心血为儿子操劳，可如今却养出来这样的畜生儿子。我活明白了，后半生我们要为自己而活，怎么开心怎么活，谁都不迁就他。老婆子，你放心，有我在你身边，谁欺负不了你。死我！你这个废物，老娘的脸都被你丢光了，我要跟你离婚！丽丽，等等，你别生气，你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。你自己看看你爸妈那嘴脸，还有你家那帮都是什么破亲戚，一个个恨不得把我吃了一样。我不过就是有这么一点点小要求，我有错吗？丽丽，你别激动，刚才确实是我爸妈做的不对，但是他们平时不这样的。我猜是刚才现场亲戚太多，他们面子上挂不住，所以才对我们这么绝情。待会儿亲戚走了，我再找我爸妈谈谈。谈可以，但休想让我给他们叫爸妈。还有，那31万份子钱必须给我要回来。保证没问题。爸妈，不是走了吗？他回来干嘛？这里已经不再是你的家了，不欢迎你。妈，那些亲戚也都走了，你就别这样了。我知道你们因为刚才人多，不好意思给我们道歉。没事的，妈，我已经给丽丽说过了，她不会怪你们的。你的意思是，我还得给他道歉？不然呢，李慧芬，昨天你当着那么多亲戚让我下不来台，还毁了我们的婚礼，你不该给我道歉吗？你不觉得你说的这话很可笑吗？这婚礼办不下去，不过是你们咎由自取，休想怪到我们头上，还想让我道歉，做梦！你妈说的没错，今天这事儿怨不得别人，你们结不结婚是你们的事，跟我们无关。你们长大了，早就该当家自立，以后你们过你们的，我们过我们的，我们后半生要为自己而活。没错，以后你们的房贷、车贷自己还，我和你爸的工资，我们要留着养老。好啊，天下竟然有你们这样不负责任的父母。思武，你自己看看，这就是你口中给我说的好爸妈，一点公婆的义务都不想尽。我才刚过门，你们这2个老不死的竟然要摆烂了。你的嘴以后给我放干净点，这是我家，我随时可以让你滚出去。爸妈，你们能不能别再无理取闹了？丽丽都已经给你们台阶下了，怎么就不知道领情呢？他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说给我们台阶下？行，不领情是吧？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。断亲可以，但今天收的那31万份子钱是我们的，你们必须拿出来还给我。哼，我跟你爸还以为你们回来是迷途知返呢，原来算盘打在这儿了啊！你们还真是无利不起早啊！是又怎么样？那份子钱本来就是我的，我来找你拿不是应该的吗？是啊，妈，
那份子钱原本就是属于我跟丽丽的，你赶紧拿出来吧，免得待会儿丽丽又生气。我来。不就是为了那31万礼金吗？你们啊，别想了。那礼金啊，我已经原封不动的给亲戚们退回去。什么？退回去了？对啊。凭什么给他们退回去？那是我的，我的！是啊，妈，你怎么这么傻？那可是31万。我跟丽丽早就计划好了要用它去国外度蜜月，怎么能说退回去就退回去呢？不是你媳妇儿自己说的，她不稀罕要，还说什么跟私家的亲戚不熟。那既然你觉得他们是外人，以后又不来往，哪有什么连收人家的礼金？我给退回去有问题吗？我不管，你擅作主。妈，不是我说你，这件事确实你们做的不对，这钱确实应该是你们去要回来。他一个外人这么说也就算了，你个小畜生居然也说出这么厚颜无耻的话来！这种戳脊梁骨的事儿，我跟你爸做不出来。要去你自己去。你们没回来前，我跟你爸就商量过了，要是你们认我们当爸妈，好好给我们道个歉，以后我们还是一家人。如果不认，那我们就没啥关系了。这个家留不了你们住一天，今天就可以收拾东西搬出去了。妈，你们怎么能这么绝情啊？我可是你们亲生的儿子啊！我死都不会认你们这么冷血的公婆！你们别做梦了，想让我们搬出去没门儿！既然你们不想搬出去，那就付房租吧。咱们这3室1厅，我们住主卧，次卧可以留给你们。付什么房租啊？再说了，我们之前不是说好了，等我结婚后，你们把主卧让给我们住，你们老两口住次卧吗？没错啊，我是准备把主卧让给儿子和儿媳住。问题是，你媳妇儿她不认我们呀。从现在起，你们是租客，搞清楚自己的身份。次卧没采光，也不通透。你们要愿意租，1个月就收你们800块钱，不过分吧？看爸妈这样子，来硬的肯定不行了，得想其他办法。爸妈，你们先别生气，我劝劝丽丽。你带我来房间干嘛？那钱要不回来，我们还怎么出去度蜜月？我可是做了好久的攻略。哎呀，丽丽，你听我的，待会儿出去好好的给爸妈认个错，道个歉，肯定就没事了。不可能，你怎么想的？我还是不是你媳妇儿了？丽丽，你先听我说。你看，我们2个工资加一起才1万多块，每个月房贷车贷加一起是1万2，咱俩不吃不喝也还不起啊。咱的新房是期房，还得1年才交付，车贷也还剩1年，这1年爸妈还要每月收我们房租，我们哪有钱交房租？总不能向你爸妈借吧？那怎么办？未来这1年我们一定要忍辱负重，等1年后咱们新房交付了，车贷还清了，孩子也生下来了，再把他们老两口踢出去也不迟啊！啊，爸妈，丽丽她已经想通了，要重新给您2老敬茶改口。爸妈，昨天都是儿媳的错，儿媳给您敬茶谢罪了。丽丽啊，爸妈不是不通情理的人，作为父母哪有不爱自己儿女的？爸妈想要的一直都不多，只要你肯喊我们一声爸妈，爸妈就算是把肉割给你们，我们也愿意呀。是啊，丽丽，之前我跟你妈确实是过分了些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，我们也是心疼你们啊。老东西，原来你们是吃软不吃硬啊！等我还清了车贷，交了新房，把孩子生下来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这才对嘛，我们毕竟是一家人，何必闹得跟仇人一样呢？儿子，爸妈在婚礼也不是真的要跟你们断亲，那都是被你们逼的呀。知错就改还是好孩子。来，这个给你们。
这是那31万彩礼。本来说要退给亲戚们的，但亲戚们都不要，非得说要留给我们当养老本。现在既然你们知错了，这些钱就给你们吧。爸妈，你们真是对我太好了。太好了，这次我们度蜜月的钱又回来了。妈，从今以后您就是我的亲妈。我以为他们真的能迷途知返，所以给他们一次改过的机会。没想到，从这天起，我们老两口的噩梦开始了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这衣服要干洗，要干洗。你是老年痴呆了吗？说多少遍都记不住。谁让你进我房间的？你一个当老公公的，随随便便就往儿媳妇的房间跑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滚出去！整天做饭这么清淡，喂狗狗都不吃，你这老不死的就是故意虐待我和宝宝。我原以为儿媳妇已改过自新，后来我发现我错了。或许坏人只能被清除，你永远不要指望一个坏人会变好。丽丽啊，这是我给孙子织的衣服，有好几个款式，可以换着穿。你就让我儿子穿这个，又土又丑，我拿来给他当尿布都嫌弃。还是我妈好，赶着商场打折买了全身套装。没事儿，要是孙子到时候不喜欢，咱就不穿。我还给他买了奶粉，这个品牌可是国内最好的。国内的奶粉那都是些什么垃圾？我妈给我儿子买的可是国外进口的，不知道比你那个好了多少倍，价格还便宜。我妈100块钱可是抢到了3罐，多划算！100块钱3罐，你们就不怕里面不健康？丽丽，我们还给大孙子特意定制了长命锁、金手镯、金相框，加起来价值好几万呢。这你总满意了吧？虽然这些东西比不上我妈买的银手镯精巧，而且这种黄金的又土又俗，不过也算你们有心，我就勉强收下。收什么收？既然你这么嫌弃，那就别收了。什么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嫌弃我们送的都不好吗？那就都用你妈的。老伴儿，明天把这金首饰熔了，给我打一副金镯子，正好我好久都没添首饰了。这些婴儿衣服都是我一针一针缝的，既然你不要，就送给楼下老李家吧，正好前几天人家刚添人口。还有这些奶粉都送过去。妈，你们又在这闹什么？就知道没事找事儿。没事找事的不是我，是你媳妇儿。我们老两口忍了她1年了，现在孩子生下来了，我们不想忍了。我女儿生孩子这么辛苦，挑剔点怎么了？你们也真是。正好，你先去把这尿布给洗了吧。我怕我洗不干净，还是由你这亲妈去洗吧。我就说吧，我妈比你好多了，你就是诚心气我。不想伺候我，你就给我滚！好，我滚。我正好不想伺候了。既然你妈来了，那就让她伺候月子。告辞了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有亲家母在啊，反正他啥都觉得他妈好，那就让他妈试试伺候他有多辛苦。也是，这几个月来，我们两口子忙前忙后的伺候宋丽丽。反被他整天一口一个老不死的责骂，尤其是生孩子这几天，我俩累得几乎都没合眼，结果到头来还落得一身埋怨。既然如此，还不如甩手不管。慧芬，
你看我们这一年天天自家伺候儿媳妇儿，都1年没出去旅游了，不如趁此机会旅游去。好，收拾东西。爸妈，我跟丽丽带你们的大孙子回来喽，快来迎接你们的大孙子啊！爸妈，没人在家吗？这个点儿应该是出门遛弯去了，算了，不管他们了。妈，你先给丽丽做饭吧。小五，你爸妈到底想干什么啊？冰箱里怎么什么菜都没留？气死我了！我正坐着月子，他们竟然出去旅游！谁的罪谁受。你们两个老不死的，有本事你们一辈子别回来！拜托，那是我家，我想什么时候回去就什么时候回去。顺便说一下，你们新房不是提前交了吗？现在就给我搬家，我们回来不想在我家里看见你们。这样的黑心的公婆呀，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！妈，我打了这么多次电话，你们都不接，没必要这么绝情吧？有事说事，没事我就挂了。爸妈，是这样的，明天啊，我跟丽丽在喜宴楼给你们孙子举办百日宴，想请你们过来参加。哦，不去。哎呀，妈，算我求你们好吗？丽丽她已经知错了。况且这孙子百日宴也不能没有爷爷奶奶不是？我都已经安排好了，就等你们到场了。放心吧，肯定让你们满意。我还有事儿，就先挂了。慧芬，依我看，这孙子的百日宴我们就去一趟吧。既然思武这小兔崽子能打电话邀请我们，想来肯定是跟媳妇儿商量好了。好，那就去看看孙子。
婆婆，来，先上台吧。感谢各位亲朋好友能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儿子的百日宴会。既然我爸妈已经到了，那接下来我宣布百日宴开始，请爷爷司剑中接横幅。这个逆子竟然敢瞒着我们给孩子改姓！宋子轩，好一个宋子轩！你眼里还有没有祖宗？爸，这是我和丽丽商量好的。商量好的，跟我们商量了吗？这是我们私家的孙子，凭什么姓宋？就凭孩子是我生的。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孩子跟妈姓天经地义，你们这些老古董懂什么？还有没有天理了？我好心好意答应你们来参加儿子的满月宴，没想到你们把这宴会弄成这样，我造了什么孽啊？怎么就摊上你们这样的姑婆？哼，你没造孽。正好你在这儿，刚才我已经说过改姓我没意见，但是当初给的那88万彩礼，给我还回来吧。什么？休想！凭什么还给你？我嫁进你们家，你们给彩礼本就是应该的，一分都别想拿回去。闭嘴！我们私家没有你这样的儿媳，也没有他那样的儿子。爸，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？不就是改个姓吗？至于吗？哎，我说亲家，生这么大气干什么？都是一家人了，孩子跟谁姓不都一样吗？对了，我听说你们给丽丽和小武准备的婚房，不是快要验收了是吧？那干脆啊，今天结束就让他们搬进去吧。想得倒是挺美。我告诉你们，那套房子当初确实准备用来给他们当新房，但是现在我改主意了，不给了。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更何况那本来就是我的东西。你说不给就不给，偷心耍我是吧？李慧芬，我看你们就是为了骗我嫁到你们私家。现在有了孩子，觉得生米煮成熟饭了，就翻脸不认账了是吧？妈，丽丽说的有道理，你们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？难道真是丽丽说的这样？就他这种货色，倒贴来我家我都嫌弃污染了家里的空气。行了，不用说了，既然你们执意要让我孙子跟着他姓宋，那我无话可说，全当我没这个孙子就是。至于那套婚房，想都别想。事已至此，那88万彩礼我也不要了，只求你们以后别再来打扰我们清静。坏了，这城堡满月宴的钱还没人出呢，不能让他们就这么走了。站住！你们还不能走！你又想耍什么花招？谁让你们走了？这满月宴的账还没结呢，你们要是走了，谁来结账？你什么意思？当然是让你们结账了，不结账你们来干什么？我又不是叫你们来白吃白喝的。
王经理，那2位就是我那不管事儿的公婆，账单给他们就行了。李女士，这是本次承包满月宴的账单，一共是38888，请您过目。这就是你邀请我们出席宴会的目的。这本来就应该是你们负责。自问你这个白眼狼，当初叫我们来的时候，不是说全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就等我们出席了吗？你是说他想通了，要给你妈道歉吗？现在呢，就是这么道歉的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这分明就是把烂摊子甩给慧芬两口子。是啊，慧芬姐，你放心，我们大家伙都是明事理的人，不管你们怎么做，我们都支持你。对于他们这种人，不管你们怎么做，我们都支持你。亲戚们也都看见了，有这样的儿子儿媳，我跟老司属实也是没想到，就连这孙子的满月夜都打满了算盘。这样的儿媳，我实在是不敢要，更何况他连对我们两口子都是这样。我看亲戚们也没有继续待下去的必要了，请亲戚们移步，我请大伙儿吃饭。慧芬姐说的有道理，这种全是心眼的人，我可不敢吃他们的饭。对，原本还想着随礼来着，现在他们的人品还替我整了一笔钱。这种地方我可不想多待，大伙儿都走吧。想吸我的血，做梦！宋小姐，这人都走了，账是不是也该结了？收款码给我！这损坏的桌椅和油污的清洁费，一共加起来，您付款4万就行。什么？你这是落地起价，信不信我1分钱都不给你？您要是不想付钱也没关系的，我这边可以为您报警，等警察来处理也行。丽丽，你赶紧把钱付了吧，要是他真报警，我们不占理呀。感谢宋小姐在本店的消费，待会儿我会叫人来清理，我就先不打扰你们了。丽丽，这现在怎么办啊？人全都走光了，礼金也没收到。这2个老不死的，我迟早要他们好看。慧芬，思武那个小王八蛋就是有了媳妇儿忘了娘，长本事了，在你们面前作妖呢，你可别任由他欺负。我知道的，今天不好意思，让你们看笑话了。哎呀，慧芬，咱们俩认识一辈子了，你这么说才是见外了，不是？哎，你这次真的下定决心了？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他娶的那个媳妇儿，刚上门就想给我们下马威。今天你也看见了，既然这样，我还有什么不忍心呢？话是这么说，不过慧芬，小武他毕竟还年轻，难免被媳妇儿和亲家忽悠。只要把话说开了，还是一家人嘛。这媳妇儿怎么想的，我管不了。但是思武真的让我们太失望了，这次也算是彻底的看清楚这个白眼狼了。慧芬，你总算是做了件好事，我早看他不顺眼了。你也别怪我说话直，我们都是几10年的老朋友了，你们是当爹当妈的，可不是给他们当牛做马的，更何况还整天对你们颐指气使的，这算什么事儿？梅姐，经过这1年来啊，我发现你说的都对。你看我就说吧，我早就觉得他们不靠谱了。你那媳妇儿啊，从一开始就是想让你们当冤大头。梅姐，你说的我都听进去了，以后啊不会了，这才对嘛。你们看其他谁家儿子儿媳像他们那样作威作福？我跟你说，慧芬，就他们的德行，不出1个月，那2个绝对会回来在你面前献殷勤，想办法从你们手里捞钱。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你有数就好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再有什么事儿啊，你说一声就行，由我们给你做主。梅姐，谢谢。哎呀，跟我客气什么？这么多年关系在这儿。行了，我们就先走了。老伴儿，你也别不忍心，
说不定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呢。唉，我以前就是没有看清他，之前确实是一直想要个孙子，不过经过这次，自己已经想明白了，这命里没有的东西就不能够强求，后半辈子只要能跟你白头到老就够了。至于4、5，就当没有这个孩子，以后全都听你的。我们把他养到快30岁，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今后我们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行了。但是就像梅姐说的那样，怕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。这现在都已经闹成这样了，他还有脸回来？那可说不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得先做准备。爸妈，你们怎么知道我没吃饭？正好饿了。没你的份儿。不是妈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就吃口菜怎么了？闭嘴！我们早就已经撇清了，你们小两口子自己过自己的，别再回来打扰我们清静。爸，我好歹也在这生活了几10年，这是我长大的地方，当然是想回来就回来。哎呀，爸妈，之前的事儿确实是我跟丽丽做的不对，没能考虑周全。但是我已经跟丽丽商量好了，改天就搬回来住，还是这里方便些。我这个当儿子的也能多陪陪你们，不是？建中啊，你待会儿有空了，找个换锁师傅过来，把家里的门锁啊都给换了，免得什么不3不4的人都能开门进来，家里多不安全。不是妈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都已经给你们道歉了，你们怎么好这样？难不成真的要把我赶出家门吗？从没见过你们这种当爹妈的。45，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！我之前还以为你不过就是蠢了点儿，再不济也就是沾点坏，但是最起码基础的羞耻心你总该有吧？我是万万没想到你能不要脸到这种地步。我跟你爸之前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，你就全都装作没发生。你还是我妈吗？我也真没想到，你居然还在为之前的那点小事而生气，你怎么就这么小气？再说了，丽丽不过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要求，你真要为了这芝麻绿豆大点的小事儿，逼得我跟丽丽离婚，你们才满意是吧？你这个混蛋，不会说话就给我滚出去！我哪里说错了？到底谁才你妈？一直得寸进尺的难道不是你们吗？当初不是你选了你媳妇儿跟我们断亲吗？那些都是气话。再说了，这都是一家人，这么当真干嘛？那既然你都能说得出口，我们凭什么不能当真啊？怎么，偏要什么都顺着你们的意，你们才满意是吧？你难道忘了之前你们要钱给钱，要房子就买房子？我跟你爸整天给你们免费当保姆，还不敢得罪你们一点，这就是你们想要的吗？你们在胡说什么啊？那是之前丽丽不懂事而已，全推到我身上干嘛？再说了，我跟丽丽这才刚结婚没多久，多照顾她一点，难道不是应该的吗？你少在这儿给我推卸责任！丽丽我们就不说了，就说你45，你自己想想，我们养了你快30年了吧？这么多年以来，你那次不是只知道管我们要钱，但是其中又有哪怕1分钱是用来花在我们身上的吗？我就算是养条狗，它都应该知道感恩。放屁！你这就是在胡说八道！爸妈，我承认，之前确实是我们不懂事，很多地方对不起你们。保证，等我跟丽丽搬回来之后，肯定把你们老两口照顾周到，不让你们受委屈。这种骗鬼的话你就别说了。实话说吧，你这次回来，是不是为了我那套刚装修完的新房？妈，你这是什么话？那套房子不是本身就是你们给我和丽丽准备的婚房吗？我就知道，上门道歉不过就是个借口罢了。我猜是宋丽丽让你过来要那套房子的吧？行了，不用折腾，你回去告诉他，想要那套房不可。你怎么这样？当初不都已经说好了吗？你也答应了，难道还想真的收回去啊？45，你们胃口也太大了吧！当初彩礼我们好不容易凑出来88万，现在你又来这一出，真当我们的钱是大风吹来的吗？当初你那媳妇儿不是说过了吗？
就算跟你结婚了，也不管我们叫爸妈。虽然后面服软了，但是我知道那是强扭的瓜，不会甜的。这你不情我不愿，大家都不好受。现在呢，我们也不需要听这声爸妈了。既然这样，那本质上就是陌生人。我们花钱买的房子，凭什么要给一个陌生人住？那丽丽也是叫过你们爸妈了，你们怎么就这么绝情？当初是他不认，现在轮到我了。那你们要是把房子给收走了，我跟丽丽还有孩子住哪儿啊？哼，你还有脸说？你步入工作也快有10年了吧？我们见过你1分钱吗？我倒是要问问，你的钱都花哪儿去了啊？我的钱我想怎么花就这么花，凭什么要跟你说？反正你们今天要是不把那套房子过户给我，以后我就带着你们大孙子睡大街去。好啊，你要真这么做，就说明你不具备抚养力。那孩子我来养就是。你这是胡说八道！你们可真是我的好爸妈呀！啊，我非要把你们的所作所为告诉所有人不可，到时候看别人会怎么说你们这对爷爷奶奶，一点责任心都没有。我们没有责任心，我们要是没有责任心，就不会在你毕业之后还养你10来年。行了，不就是想住进那套房子吗？可以啊，我租给你们住，总行了吧？只要你把这个签了，我就让你们住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住你的房子难道还要给你钱？当然，我早就知道你们迟早会回来的。所以呢，也就早早的打印好了合同，等你来呢，想住进去可以，只要把这合同签了，每个月按时交房租就行。你不会是没钱租不起吧？我可是你儿子，你就这么对我？我知道啊，就因为你是我儿子，所以有这种好事，我才会优先把房子租给你啊。你是不知道，那套房子地段好，想租的人多着呢。看什么看？租还是不租？你说个话。你要是不租呢，我跟你妈好把房子早点挂到租房平台上。好啊，你们这么针对我是吧？既然你们不仁，那就别怪我不义，给我等着！他刚回来那会儿，亏我还以为这混蛋回心转意了。以为他是真心实意来跟我们道歉的，没想到居然被宋丽丽蛊惑，想要来霸占我们的房子。谁知道这小两口子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？不管他们就是。我们可是他们的公公婆婆啊，怎么整天就知道变着法的想从我们手里捞钱？老伴儿啊，虽然他们俩已经有了孩子，但是宋丽丽始终是个外姓人，轮不到我们管。但是我就是恨呐，怎么就养出这么一个丧良心的儿子啊？行了，事已至此，就别想那么多了。对了，我先招示人，把家里的锁给换了，免得到时候又来打搅我们清静。喂，是房产中介吗？我有套房子要出租。怎么样，老公？你爸妈他们怎么说的？你是不知道，今天为了把这些东西搬进新房子里，累死我了。不过我已经想好了，等过几天把我妈也接过来住，正好可以照顾孩子。怎么了？你这是？搬进新家你还不开心啊？我跟我爸妈说了，他们没同意，看样子还在生气。什么？没同意？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？让你回去一定要好好的给他们道歉，特别是态度要诚恳。你都记哪儿去了你？哪能怪我嘛？我就是按你说的道歉的啊！谁知道他们抽什么风？这点事都办不好。算了，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？他们怎么说的？我爸妈他们不仅不同意，还整了份合同，让我签字交钱租他们的房子。你说什么？这两个老不死的，不仅之前的承诺不买账，
我们住进来居然还要我们签合同，每个月给他们钱，真是气死我了！我们在这生闷气也没用啊，他们一天不松口，这房子的产权就一直是他们的，永远都到不了我们手里。要不我回去签合同？签什么签？我之前为了生孩子把工作都给辞了，就你那点工资连给我一个人花都不够用，哪来的钱用来交房租？还不是都怪你废物，连自己亲爸亲妈都哄不好，你到底有什么用？凭什么又怪到我头上了？我哪知道我妈会突然变得这么狠心，一点都没顾及我是她儿子。我爸也是，一点都不帮我。这些可都是我花了好大的功夫才布置好的，难道就要这样又搬走吗？这样吧，丽丽，要不你明天跟我一起去给我妈道个错，他们应该就不忍心了，怎么样？我才不去，让我跟他道歉，这辈子都不可能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你倒是说该怎么办啊？有办法了。真的？什么办法？既然你妈处处为难我们，那我们也恶心她就是了。反正名义上你是她儿子，我是她儿媳妇，以后我们就住在这儿。她要钱我们不给不就行了吗？难不成她还能把我们赶出去啊？谁啊你们？凭什么闯进我们家里来？赶紧滚出去，要不然我就报警了，告你们私闯民宅。我们可没有私闯民宅，而是光明正大开门走进来的。你们怎么会有我家的钥匙？你家？这可不是你家，我是房产中介。这套房子已经被租出去了，所以你们不能在这儿住。什么？房子租出去了？我们怎么不知道？还有，我们凭什么要听你的？很不幸地告诉二位，就在刚才，房东已经委托我们把房子租出去了。你们不用怀疑我说的话，我所在的公司是得到许可的正规租赁平台。李女士，合同我们已经帮您拟定好了，您看完之后签个字，房子就算是顺利的租出去了。李女士真是豪爽，不过我有一点疑惑。按照您这套房的地理位置来说，市场价1个月的租金大概是每月2000，可您为什么愿意1000块就租出去呢？哦，这个啊，没别的，我就是想快点把房子租出去，越快越好，并且有一个要求，就是现在那房子里住着人，我要你们清算的时候，一定要把房子里的所有人和所有东西全部清空。这是租房合同，你们自己看。1个月1000块，这么便宜？这可是中心地段的房子，你妈她是不是疯了？我妈给我的租房合同上明明写的是每个月2000。你妈这是要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呀！司先生，这合同你也看到了，这里已经有新主人了，所以你们不能再继续待在这儿了，请你们立马搬走，不然我可就要来硬的了。切，一个破中介还跟我来硬的，搞清楚状况了吧你？实话告诉你，这套房子是我妈给我准备的婚房，想要赶我走，除非这房子的租金直接交给我，不然免谈。二位，请不要开玩笑，就算你是李女士的儿子，也没有这房子的使用权。放屁！我告诉你，想赶我走不可能。既然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放开我！你们凭什么敢对我动手？就是，你们这么做是违法的。哼，老子做了这么多年中介，像你们这种赖皮狗我见多了。你们要是不服，尽管去告我。像你们这种既没有产权，又没有房屋租赁合同，还赖着不走的，好像才是私闯民宅。哎呀，梅姐，这人来就行了，还带什么东西啊？这不是建中生日吗？过来给他庆庆生。来，快进屋坐。
这个你拿着，今天他们要是还不松口，你就把这个拿出来。你说这真的能行吗？信我的，肯定行。他们就只有你这一个儿子，要是没有你，他们以后养老都是问题。更何况今天是司建中的生日，有亲戚在家，肯定会妥协。等到他们低头认错，我们就能够乘虚而入，一举将房子的产权拿到手。还是丽丽聪明。不过，要是他们真的签字了怎么办？不可能，他们这种老古董最在乎的就是名声，加上有亲戚在，不会闹得下不来台的。好，听你的。你们来干什么？这里不欢迎你们。这不是爸过生日吗？这当儿子的怎么能缺席？哟，还知道是你爸生日呢，那还好意思两手空空的就来了？我也不想，可是如今被赶出家门，想给父亲准备礼物都无能为力。四五，你们又想整什么幺蛾子？要撒野到别处去！今天是给老四庆生，你们来就是徒增麻烦。你这是什么话？什么叫我们整幺蛾子？他们先是毁了我儿子的满月宴，又是收了房子，逼得我们无处可去，这心还真的是够狠啊！所以呢，你们来这儿到底是想做什么？难道就是为了在这儿丢人现眼？你们根本就不配当我爸妈。行了行了，既然人都已经来了，大家都各退一步。凭什么要我各退一步？那别人家的爷爷奶奶有了孙子，要么出钱，要么出力。可你们看，我的孩子呢？他们都恨不得我们带着孩子流落街头。对，要不是有丽丽他妈帮我们照顾着孩子，他们这大孙子，怕是真要流落街头。这孙子都不跟我们姓，做那吃力不讨好的事儿干嘛？对呀，这可不就是吃力不讨好吗？你还愣着干嘛？去把东西拿出来。我今天来，其实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我今天来，就是要跟我爸妈彻底断绝关系。哼，我还拿捏不住你了。四五，你们也太不像话了！就是，作为子女不尽孝就算了，竟然能说出这种话。哼，我看他们俩啊，就是看在慧芬两口子岁数变大，故意来气他们的。放屁！你们有什么资格说我们？不过就是些不相干的人，都给我闭嘴！他们这是玩真的了啊？就不怕没了慧芬两口子，以后活不下去？哟，看来你们今天这是有备而来啊，就是可惜了，我们慧芬不怕你们。其实今天也不是非要彻底断绝关系，只要你们那属于我们的那套新房还给我们。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，可惜你们要失望了。想要房子那是不可能的，反倒是这一纸协议正好合我心意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既然你们这么执着于和我们老两口断绝关系，那我今天便成全你们就是了。你居然真的签了！妈，你怎么能真的签字呢？你只要把房子交出来，可以不签字的。哼，别装了，你们的目的我早就已经猜得透透的了，不过就是为了房子，为了钱，但是从我手里，你们一样也拿不到。协议签了，你们与我私家再无任何关系，慢走不送。爸，你竟然……哼！行了行了，你们自己要断绝关系的，你不配当他的儿子，赶紧走吧，走走走，来，大伙儿帮帮忙，把这两个陌生人赶出去。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梅姐，谢谢你了，也谢谢大伙儿，都是一家人，说什么谢不谢的。那思武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以后迟早有他们好受的。没了你们这对爸妈，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损失。我跟他如今都已经想通了，这年纪也都这么大了，
还跟自己较什么劲儿呢？摊上这种人啊，就只有遭罪的命。真正让我感到幸运的是有建中陪着我一辈子，还有你们这些亲戚帮着我们说话。你看你，给我出的什么馊主意？现在好了，什么都没捞着不说，我妈还在那协议上签字了。以前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，现在倒好，彻底没戏了。哎，不是你什么意思，思武？这不还是都怪你吗？怎么就又怪我了？这不是你出的主意吗？你当初第一次上门去找他们的时候，要是好好听话，乖乖按我说的做，说不定房子早就到手了，哪还有现在的事情？好了好了，是我的错，行了吧？反正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还说什么都没用了。思武，我嫁给你就是个错误，还跟你生了孩子，我真不知道自己哪根筋搭错了。以后要是没有李慧芬帮忙带孩子，我还怎么享福？都已经这样了，你就别说了好不好？再说了，就算我妈不帮我们，不是还有你妈在吗？你想什么呢？哪有这样的？公公婆婆不负责，还要我妈来操心？我不管，你要是把房子给我要回来，我就跟你离婚。我有办法了。进来吧。老公，你这法子真的能行吗？不管行不行，这已经是唯一的办法了。如果靠孩子都不能让他们心软的话，那就真的没有其他的办法了。你记住了，待会儿他们回来，你可千万要忍住你那脾气。好。还真是这里待着舒服。快，他们回来了，记住，待会儿装得像一点。老伴儿，这家里不会是招贼了吧？你又来干什么？我们已经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。爸，我之前就是开玩笑的，这不今天特地带着您的大孙子来看你了吗？你干的？妈，你听我解释，我那也是迫不得已，外边有风，我这不也是怕你们的宝贝孙子着凉吗？无耻之徒！爸妈，你们回来了。哼，谁允许你们私自进我家的？思武，长本事了啊，都敢敲我家的锁了！哎呀妈，我刚才不都跟你解释过了吗？爸妈，快看，你们的宝贝孙子多乖！爸妈，我决定了，以后啊，让子轩多跟你们在一起。你看他看见你们笑得多开心。我看还是算了吧，毕竟这孩子啊，姓宋不姓司。妈，你弄错了，孩子名我们已经改过来了，现在啊叫司子轩，跟我们司家姓。说吧，今天来又有什么目的？不会就是单纯的想来打扰我们吧？哎，打住！你刚才说的那些，我一个字都不会相信。怕又是你这媳妇儿撺掇你来一起，在我们身上谋划什么吧？妈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跟丽丽呢？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不信你问丽丽，对吧，丽丽？是的，妈。哼，行吧，既然这样，孩子我已经见过了，那你们回吧。妈，您就别开玩笑了，这里就是我们的家，我们还回哪儿去啊？当然是从哪儿来的，就回哪儿去了。我们带着孩子，现在连个像样的家都没有，能去哪儿？实话说吧，如今我带着孩子回来，还依你们的意愿改了姓，就没打算离开了。哦，那你们这是打算赖在这儿不走了？不走了又怎么样？这也是我家，有本事你就把我和孩子一起赶出去啊！我既然能赶走你们一次，那就能赶走你们第二次。李慧芬，我告诉你，现在只有我赶走你的份儿。玲玲，你冷静点儿，忘了你怎么答应我的了吗？冷静有个屁用！你没看见他看我那眼神吗？老娘忍不了了！老太婆，我告诉你，要是你今天不答应把房子给我，你就怎么样啊？我就摔死你这！
己说站在那边。看吧，你们的儿子照样站在我身边。我劝你们赶紧把房产证交出来，不然我就真的对你们的宝贝孙子动手了。哼，休想！好手段，虎毒尚且还不食子，你真是让我长见识了。废话少说，你们交还是不交？妈，你们就拿出来吧，我也不忍心看着孩子受罪。闭嘴！我没你这么个狼心狗肺的儿子。够了，少在这儿给我装蒜，赶紧的，我数3个数。你们要是不交出房产证，我就把他摔死。交，我们交。丽丽，你先把孩子放下，好吗？老伴儿，慧芬，房子没了没什么，但那可是一条活生生的命啊，是我们的孙子呀，我不忍心看着他受虐呀。好，听你的。够了，别在我面前煽情了，赶紧交出来，不然……不许动，双手抱头蹲下。老实点！警察同志，他们犯的错严重吗？您放心吧，女士，他们撬锁闯进你们家，还公然虐待婴幼儿，属于严重的犯罪行为，我们一定会从严从重处理的。孩子是无辜的。慧芬，以后这孩子就由我们来养吧。曾经养废了一个私武，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，不能让小轩踏入歧途。